灵性开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他说，开悟只需要一支笔。2002年，美国出了本奇书，作者直言，你的冥想白做了，慈悲也白修了。你追求的爱与光，内在平静，万物合一的狂喜，跟开悟毫无关系。从印度圣人到美国畅销书作家，全世界的灵性导师卖的都是同一种东西，安慰剂。这本书几乎把整个灵性行业得罪光了，按理说早该被骂死，可20多年过去，它反倒成了圈内私下流传最广的地下经典。更怪的是，直到今天也没人知道作者是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立杰。前阵子有观众留言说连零极限都讲了，期待聊聊灵性自体分解。看到这条留言，我心里咯噔一下。这位朋友点的正是我惦记许久却迟迟没讲的一本书，灵性开悟不是你想的那样，署名杰德·麦肯纳。犹豫的原因很简单，这本书太锋利，只听进去一半可能会受伤。所以今天这期我会把它完整拆开给你看，既包括最锋利的那面，也包括它停下的地方。先说作者，杰德·麦肯纳是笔名，书中的他住在美国爱荷华州一处农场，身边学生来来去去。他不穿僧袍，不办工作坊，也不卖课。他爱跳伞，骑山地自行车，打电子游戏，还喜欢躺在吊床上读惠特曼的诗。学生来提问，他常一边打游戏一边答。这形象跟我们想象中的开悟者完全对不上。书出版20多年，无数人想挖出他的真身，全都失败了。有人说他根本不存在，是几个作家凑出来的虚构人物。也有人说，正因为他不要名，不要追随者，连脸都不露，话才值得听。一个不开班、不收徒、不让人崇拜的人，图什么呢？这个问题你先搁在心里。再说书里到底讲了什么？核心论点就是书名那句，灵性开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我们想的是哪样？闭上眼想想开悟二字，是不是一个人盘腿端坐，面带微笑，内心毫无波澜，对众生满怀慈悲，与宇宙融为一体？麦肯纳说，错了。这些通通不是开悟，只是意识的美妙状态。状态有个特点，会来就一定会走。打坐入定，体验到光、合一、无边无际的爱，几小时后还是得下坐，还是得堵在路上，还是得跟家人吵架。状态如天气，来来去去。开悟不是天气，是看清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开悟即真相实现，无关幸福，无关平静，无关成为更好的人，只关乎一件事，真。这话听着狂，但熟悉佛经的人会发现并非心论。楞严经里，佛陀用整整一大段把修行路上的50种美妙境界挨个数了一遍，光明、神通、狂喜，最后给出一句结论，不做圣心，明善境界，若做圣解，即受群邪。意思是体验出现时不当回事，便是路边好风景，一旦当成开悟证书，便着了魔。2500年前的佛陀和爱荷华农场里打游戏的美国人说的是同一句话，美妙体验不是开悟，把体验当开悟才是修行路上最大的陷阱。麦肯纳更狠的地方在于，他说整个灵性市场卖的就是这个陷阱。想要平静，有人卖冥想；想要爱，有人卖疗愈；想要丰盛，有人卖显化。这些产品有个共同点，让你感觉更好。但感觉更好和醒来是两回事，甚至方向相反。梦里感觉越好，越不想醒。我们以前聊过波旬的策略，最高级的障碍从来不是反对佛法，而是把佛法改装成舒服的样子。妙还在，香还在，经文一字不差，只是内核悄悄换成了让你睡得更沉的程序。麦肯纳一句话戳破窗户纸，市场永远不会卖醒来，因为醒来这个产品会消灭顾客。破的部分讲完，接下来讲书中唯一立起来的东西，也是那位观众点名要听的方法，灵性自体分解。词听着吓人，其实是生物学术语，指细胞死亡后被自身酶消化的过程，不是外物吞噬，是自己分解自己。麦肯纳把这过程从细胞搬到意识上。具体怎么操作，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就3步。第一步，
坐下，拿一支笔，一张纸。第二步，写下一句你认为绝对为真的话，随便哪句都行。第三步，攻击这句话，证明它是假的。注意，不是辩护，是攻击。像最刻薄的对手那样往这句话上捅刀子，然后你会发现它还真是假的，或者至少证明不了它是真的。划掉，写下一句，再来。今天写，明天写，1个月、1年。据他自己说，当年就这样没日没夜写了近2年，写到纸上再也写不出一句站得住脚的话，然后结束了。他管这叫完成。初读这个方法，我愣了很久，它太像禅宗的参话头了。话头是什么？一句没有答案的问题。念佛是谁？拖着这具身体走的又是谁？禅师让你把问题含在心里，像含一颗化不掉的铁丸，行住坐卧都含着，疑情越来越大，大到吞没整个人，然后在某个瞬间疑团炸开。麦肯纳做的本质相同，只是把铁丸从心里挪到纸上，把参禅变成写作业。背后还有更古老的源头。古印度奥义书中，修行者找真我用的是否定法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身体不是，念头不是，情绪不是，一层层往下拨。之前讲龙树，说所有答案都是陷阱，龙树的手艺也是只拆不立，4个方向全堵死，逼你跳出问题本身。从奥义书到龙树到禅宗，再到这个美国农场里的神秘人，几千年间，不同文明里最较真的那批人殊途同归，都走到了同一个动作，否定。不是建立更好的信念，而是把所有信念一个个放在火上烤，看哪个烧不掉。说到烧不掉，还有个细节特别能说明此人的底色。麦肯纳心中最伟大的灵性经典，不是佛经，也不是奥义书，而是梅尔维尔的小说《白鲸》。3部曲后续作品中，他花大量篇幅讲亚哈船长。一般读者眼里，亚哈是个疯子，为追杀一头白鲸赔上整条船和所有人的命。但在麦肯纳眼里，亚哈是整个西方文学里唯一较真到底的人。所有人都劝他回头，说捕鲸是生意，犯不着玩命。只有亚哈知道，白鲸后面藏着必须当面问清的真相，哪怕烧掉船，烧掉自己，也要追到他面前。麦肯纳说，求真者就该这样。你不必认同这判断，但能从中看清这本书的温度。从头到尾没打算让任何人舒服。你可能会问，在脑子里想不行吗？为什么非要写下来？这恰是该方法最天才之处。回想一下脑中念头的运作方式，一个想法冒出来，觉得不对，它马上变形，绕弯，换件衣服又回来了。念头是液体，抓不住，但写下的字是固体，白纸黑字摆在那儿，赖不掉，跑不了，变不了形，只能面对。思考可以自我赦免，文字不行。关键不在于写出什么惊天动地的真理，而在于写这个动作本身，逼思维第一次无路可逃。不信今晚就试试，随便写一句从未怀疑过的话，比如我爱我的家人，写下来，盯着看3分钟，不用分析，就看，大概率会感到一种微妙的坐立不安，心里有个声音急着补充、解释、加但是。注意到了吗？那个急着收回句子修改的冲动，就是你平时看不见的东西。一支笔，一张纸，3分钟，它就浮出水面了。讲到这儿，必须踩一脚刹车。说过这本书锋利，毒性也在这里。麦肯纳反复劝读者别走这条路。他说，开悟不会让生活变好，不会让你更幸福、成功、有魅力，只会烧掉赖以生存的全部确定感。如果想要幸福，需要的根本不是开悟，而是另一门功课。他称之为人类的成年，就是从婴儿式依赖中长出来，不再等别人拯救，不再把人生遥控器交给父母、老板或大师，自己做决定，自己扛后果，敢要真正想要的东西。麦肯纳说了句扎心的话，世上真正需要开悟的人极少，活了一辈子还没完成成年的人却遍地都是。绝大多数走进灵性市场的人买的是开悟门票，心里想要的其实是有人抱抱。这是2件事，一件是把梦做好，一件是从梦里醒来，方向完全不同，别搞混。我觉得这是全书最诚实的一段。
但也恰恰是这本书停下的地方。什么意思？读完这本书，心里会留下一丝隐隐的不安。书中的麦肯纳完成了，自由了，然后呢？他对世界没了兴趣，对人没了牵挂，像看完电影坐在空荡影院里等散场的人。烧完之后只剩灰烬吗？这里恰是佛学比他多走2步的地方。禅宗有名画《石牛图》，10张画描绘修行全程，找牛、见牛、得牛、骑牛回家。第8章人没了，牛也没了，纸上只剩一个空园。麦肯纳走到的大概就是这第8章，烧无可烧，一切归零。但石牛图没在这儿结束，第9章返本还原，山还是山，水还是水，溪边花照样开。第10章最动人，入禅垂手，画中开悟者挺着肚子，揣着酒壶，笑呵呵走回闹市，满身尘土去帮迷路的人。空掉之后不是冷掉，慈悲第一次不带条件的流出来，因为不再有我需要保护，爱才终于不再是交易。佛法称之为悲智双运，智慧与慈悲缺了哪个都不算走完。我知道观众里有不少朋友正走在这条路上，常有人留言说懂了空性反而更孤独，看什么都没意思，跟身边人聊不到一起。如果你也有这种感觉，我想说你没修错，只是走到了第8张图，站在那个空园里，那里确实又冷又静，但别停在那儿，那不是终点，后面还有2张画。火烧完了，人是要回人间的。最后给想试这支笔的朋友一个安全版本，不必像麦肯纳那样花2年烧穿自己的人生，绝大多数人也不该那样做。可以这样开始，今晚睡前拿张纸，写下今天让你情绪波动最大的那个判断，比如他就是看不起我，比如我这辈子就这样了。写下来，只问3个字，确定吗？拆得动就拆，拆不动就放着，明天再看。拆的不是生活，是压在生活上面的那层谎言。一天卸一块砖，不需要拆迁队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今晚真的拿起笔，写下第1句认为绝对为真的话，你会写哪句？敢不敢发在评论区，让大家帮你一起考一考，看他能活过几轮？我很好奇，也很期待。当然，如果想让我接下来拆哪本书，也欢迎告诉我。我是王立杰，我们下期见。